戴上耳机，闭上眼睛，月前准备 It's time to link， 收到库伦里的牵引，未知信号渐渐靠近。3言2语，24301，窗外的大雨下个不停，来源不明，连接要紧，接受请就静下心来听。能否听到我的心跳踱地踱地？电子和心是否能成全模拟？无法成功数字化你的心情，当我一直在这里。不经意间触电的感觉，哔哩哔哩，难道这是政府电子相互吸引？只属于我们之间的小秘密，期限加密协议。各位同学们好，这里是圣魔人。这期视频我要升级一下我的桌面，也顺便为你们带来一套纯白色的桌面解决方案。本期视频一共分为4个部分，分别是桌面部分介绍、主机部分介绍、整体性能测试以及总结。在屏幕下方也有着相应的进度条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调整到对应的时间。首先是桌面部分，从大到小依次介绍吧。我使用的这张桌子是来自贫穷美学的单人办公桌，1.6乘80的大小。在放下了一台 ROG X G R79Q 和一台 ITX 主机之后，剩余空间还非常充足。但是74厘米的高度对于我1.8米大长腿来说，久坐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弯下腰。为了保护我弱不禁风的腰部，这张桌子我应该会在后期换成宜家和 ROG 联名的升降桌。接下来就是显示器，它是来自 ROG 的 X G R79Q 高达联名款，采用27英寸 IPS 面板，提供了超广的可视角度。不管你是站着看、侧着看还是躺着看，它的体验都是很好，配合 2K 的分辨率、170赫兹的刷新率、1毫秒响应速度，拿来打游戏再适合不过了。有人问为什么要买 ROG 显示器，自然是馋它背后的大眼睛了。如此硕大的 ROG 眼睛，在关机状态下是银色的镜面效果，连接上 USB 上行线之后，还能支持 Aula Sync 声光同步，就这一个点就足够了。要问到为什么买高达联名款，它的参数虽然和黑色的 X G R79Q 同样，但是整体却采用了纯白色的外观。相比周围人大把的黑色硬件，我更加喜欢白色硬件，因为能显得简约大气，而且与众不同。要知道，现在某宝上找人改个色都要500多块，改完了保修白白不说，要是改的效果不满意，再改还要再花一笔钱。我选择直接加钱上一台白色的，省心省力。往下的外设是一整套 ROG 高达联名的键数，键盘是 ROG 游侠 TKL 高达联名款。铝合金金属拉丝的面板看起来质感十足 ，ROG 提供的键帽也是符合高达主题的红、白、黄、蓝4色，轴体使用樱桃机械红轴，这也是我目前最喜欢的轴体。敲击的段落感依然存在，并且相比轻轴噪音要小上许多。对于同事之间的和谐共处有着极大的帮助。键盘本体支持键线分离，便于日常收纳和外出携带。便于收纳是真的，外出携带，真的会有人带一把键盘出去吗？并且采用了 Type-C 接口，可以无脑插，再也不用看正反了。鼠标是 ROG 影刃高达联名款，要买自然得买一套喽。小巧的外形配合红、白、黄、蓝4种颜色，整体的颜值也是一直在线。可调 DPI 最大可到6200，支持保存4种不同预设。鼠标垫也同样是 ROG 泰坦高达联名款，整体手感挺舒服，也有锁边的设计，正面是布料，背面是防滑橡胶材质，在你激烈拉枪的时候不会出现鼠标垫一起被你拉下桌子的尴尬情况。那个在我刚刚说话的时候一直在铺产的是一块 TUF 的 CU4K30 视频采集卡，因为我为了偶尔直播和录制视频素材，我在桌面上预留了一块采集卡，以防万一。这似乎是一个小众产品，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查看有关于采集卡的评测。终于到了主机部分的介绍了，这台 ITX 主机将会成为我的主力机，同时兼顾视频剪辑、日常直播以及游戏方面。因为打算把它长期放在工作室，所以我已经想好了无人值守时的解决方案。我的想法是用它搭配远程桌面和 Steam Link 串流，这样就使得我的电视、手机、笔记本只要有网络都可以远程连接到这台主机。还有就是主机这种东西要一直放在那里，
比起常规的 ITX 主机，我更加倾向于紧凑且美观的 ITX 主机。为了搭配白色的 XGR G9Q， 我把整台主机的外观选择都倾向于了白色，并且还把所有的 RGB 光效调整为了白色单色，这样就显得这台主机非常的简洁、美观、高大上。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这台主机的配置。首先是处理器，为了确保高效工作，我选择了一颗盒装的英特尔 i7-10700K， 基础频率 3.8 吉赫兹，动态加速频率最高可达单核心 5.1 吉赫兹，8核心16线程，面对大部分的使用场景已经是完全足够。目前盒装和散片的价格才是差价并不是很大，选择国行盒装而非全新散片，补一小部分的差价即可获得长达3年的保修时间。主板选择了 ROG Strix Z490-i， 它是一块旗舰级 Z490 ITX 主板。为了给第10代酷睿提供充足能量， ROG Z490i 配备了4x2向整合式供电模组，并联可输出60安电流，配合 DGA VRM 数字供电控制技术，搭配单8pin CPU 外接供电，并且还做出了金属加固措施，可以为 CPU 提供总计255瓦的供电。在金属马甲中还有一根贯穿供电的导热管，搭配金属马甲中的3厘米小风扇，可以为供电部分持续降温。这台主机我打算游戏和生产力兼顾，所以内存我选择了一步到位，支起皇家级 16G×2 3600C18。银色的外观配合整机白色的主题，显得也是有为搭配。之所以选择支起皇家级，还是因为其超高的颜值以及非常可靠的保值性。总计32GB 的容量，在运行大部分游戏时占用率都非常可观。为了使得其看起来美观，机箱我选择了酷冷至尊 NR200P 白色版本。NR200P 提供了显卡竖插和钢化玻璃侧板功能。为了让其颜值达标，我选择使用钢化玻璃侧板。如果需要长时间高负载时，也可以更换为网状侧板以降低温度。因为我平时使用看不见机箱背面，在游戏状态下，我只需要将钢化玻璃面板和网状面板兑换，即可兼顾防尘与颜值。卡扣式的安装方法使得它更换速度非常之快，并且搭配了一个海盗船 SF750瓦金牌全模组电源。我的这一颗已经陪伴了我快1年的时间了。为了后续升级方面，我考虑更换为酷冷或者银星的850瓦。为了保证全部纯白的美观性，我还额外定制了一套纯白色的硅胶模组线。最后就是散热了，为了保持一致的纯白风格，也为了压制住这颗 i7-10700K， 散热我们选择了利明 PA120 白色 ARGB 款，它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PA120 白色版本。在双塔双风扇、6根6毫米粗的铜制热管的加持下，它的效能也非常可靠。即使是 i9-10900K 超频使用，也可以轻松压住。有关 PA120 的性能测试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视频观看。散热主体采用了纯白的风格，非常搭配我们这一次白色风格整机，并且搭载了2把 TL-C12WS 支持5伏 ARGB 声光同步。散热还附赠了一支利明 TF7 导热硅脂，2把风扇加上导热硅脂，四舍五入一下，这套纯白色散热主体简直白送。考虑到对性能和美观的要求，显卡方面我选择了 ROG 的 RTX 3070白色猛禽。没想到只过了1个月的时间， RTX 3070的价格又上了一个台阶。那些等党们，你们还好吗？反正我等不了了，直接冲了。纯白色的外观配合 ROG 新一代的轴流风扇，即使是狭小的 ITX 机箱，依然能够非常稳定的发挥3070的全部性能，高颜值、高性能，刚好还能够塞进 NR200P， 这么巧妙的搭配，这不得 ROG ES 一下吗？固态则一如既往的选择了一块 SN550， 采用了 NVMe 协议，最高可达到2400兆每秒的读取速度。我这里因为家境贫寒，容量只剩到了500G。其实目前 1TB 的价格更加便宜，如果你条件允许，我更加推荐你直接选择 1TB 容量。并且我们还增加了2把 TL-C12WS， 安装在机箱顶部，用于构建风道。为了方便你们一站式选购，和我同款的整机配置，我们的店里也已经上架了。如果你对我们的方案并不是很满意，也可以自由更改所有的配件。性能测试环节，根据我个人偏好，使用了钢化玻璃侧板配合安静模式的风扇预设，在 2K 分辨率下先测试了跑分成绩，代表 4K D-12 的 3D Mark TSE 成绩达到了6644分，代表了 4K D-11 的 3D Mark FSU 成绩达到了8858分。得益于猛禽的轴流风扇设计以及 ROG 较为保守的调教，即便是紧凑型机箱，它的温度也十分理想。TSE 的测试跑完 ，CPU 平均47度，显卡平均60度 ；FSU 的测试跑完 ，CPU 平均46度，显卡平均62度。
风扇在 BOSS 中调整至安静预设，在空载待机情况下，贴近玻璃侧板噪音为38杜比；在满载情况下，贴近玻璃侧板噪音为45杜比。平时工作时戴上耳机，其实根本察觉不到噪音，更何况我还打算使用远程串流，根本听不见。除了 3D Mark， 自然也要跑一下 Master Loop。老版本娱乐大师成绩达到了74万分，新版本娱乐大师成绩更是达到了145万分。继续在 2K 分辨率下测试游戏成绩 ，PUBG 3极致，平均308 FPS；CS:GO 画质全高，平均230 FPS；刺客信条奥德赛画质全高，平均76 FPS；甚至原神画质全高，全程 FPS 也盯满了60帧。最后再安装上远程桌面和 Steam， 连接上网络，设置无人值守访问，即可通过远程桌面和 Steam Link 远程串流，使得我的 M1 笔记本和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连接手柄愉快畅玩。为了学生群体的宿舍使用环境，我也直接做出了解决方案，选购一块便携式显示器，配备一套 2.4G 无线键手，使用主板自带的高速 WiFi 6，小小的体积即使躺在床上也能够愉快玩耍。紧凑型的 IPX 主机整体十分便携，万能的某宝购买一个适用于 NR200 的主机背包，在假期结束后可以轻松的让它直接背回家。好的，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视频为大家带来 RTX 3060的整期视频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分享，顺便不要忘了点关注，这个关注按钮是可以直接点的。你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这里是什么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着急可以落入你手的陷阱，漫不经心不在意，克制自己的感情，距离慢慢靠近，每次下雨天空就多一颗星星，想了好多光年就用了银河系，与你邂逅的情节是我写下